我在离开白德戴克以后，开车行驶了70多公里之后呢，我来到了这个地方做一下短暂的休息。先说一说这70公里的感受。这70公里的景色呢，没有什么景色，而且有一段路呢还没有手机的信号，手机呢导航也用不了。这个还是在这条公路上发生的事情。这条公路号称世界上最著名的一条风景的公路，但是这里呢还是有一段没有信号，不知道接下来的路程会不会继续这样。我不知道在这一段没有手机信号和网络居住的居民是如何使用手机的。在这70多公里的路程呢，除了那一段手机没有信号和网络以外，感觉这一段路程呢有很多的礼品店，还有一些度假屋，还有一些餐厅什么的。不过这个地方看着还挺不错。这个就是浩瀚的大西洋。现在我们就从这儿下去，看一看这个海滩。哇，这个还挺陡。这个再往下走就得攀爬了，不过从这看还是非常漂亮的。现在我就进入了卡伯特这条世界上非常著名的一个风景的路线。现在我是做一个短暂停留，看一看这儿的风景如何。它这个岛上的山是非常的多，周围全是山。这个和 PEI 不太一样。爱德华王子岛呢，路比较平，车开起来比较容易。这个地方从高处看还是非常的漂亮，但是现在呢是有雾。我从白特戴克行走了3个多小时，来到了布雷顿岛国家公园的入口处。这一段路呢，大概也就几十公里，有那么一个停靠点，就停下来看一看。这样走走停停呢，就走了3个多小时。现在我终于到了公园的入口处。这几十公里的路，天气变化非常大，有阴天，有大雾，还有下雨，也有晴天，天气的变化非常多，也为旅行呢增添了不少的乐趣。这个就是公园的入口处，现在走一走徒步的小路。在公园的入口处呢，有几个徒步的小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看是否在这儿徒步。来看看它这个周围的风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还是可以的。我从这个地图上看，如果要是每一个徒步的小路都要走的话，估计要在这个公园待上个10来天。布雷顿角这个地方，主要就是以山地为主。它和爱德华王子岛还不一样。
爱德华王子岛整个这一个岛都比较平，起伏没有那么大。这就到了 ，so beautiful， yeah， 哇，这个就从山上看看这个湖，这是一个湖，湖的那面就是大西洋的港湾。这是从下面看这儿的景色。海边的景色呢，有不少的停靠点，每个停靠点不是都需要停留的，可以选择几个停留就可以了。我推荐呢，一个是在古人 Cave 这个地方停留一下，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有一个小的瀑布，有一个细沙滩，这个地方可以游泳的地方呢，可以停留看一看。在涨潮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浪呢也比较大，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旅游团居然也在这儿停靠。在这附近是候鸟迁徙以及乌龟和鲸鱼途经的地方。这个地方的鱼类呢是非常的多，适合它们在迁徙过程中的捕捉食物。在前面那个礁石呢，有几条海豹在那儿休息。在转了一些景点之后，现在天已经快黑了，已经7点多了。现在我来到了 Cape North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博物馆，还有一座教堂。这座教堂给起的名字是文化中心 Culture Center。这呢还有一个餐厅。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博物馆，主要这个博物馆就介绍当地的历史，以及人们如何在这个山区从事生产劳动的。今天晚上就准备在这睡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下次见。